这样讲是有点在帮平台讲话的感觉。我也一定是跟影视飓风的连结比较深的。我是他就是在英国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在看他的影片长大的，应该是他影片长大。对啊，我很多的相机知识都是从这边去学的，真的。所以我是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做。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回到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呢，我就不会看稿，改用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是影视飓风影片下架的风波。影视飓风是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 UP 主啦，他前阵子就发一个影片说，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长短影片，它的解析度跟几年前比起来是变得差了非常多。然后这件事情跟平台的运作是有关系的。结果这个影片发出来之后不久呢，就消失了，就全网下架。这件事情就引起非常多的讨论啊。那包括志祺好像也讲说，在创作者里面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包含我自己呢，其实对于这个影片的清晰程度也算是蛮有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今天呢可以试着分享一些对于这个事情的观察。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影视飓风的这个风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会怎么样看待这个影片的清晰程度的一个争议，平台真的有在操纵这个影片的清晰程度吗？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手机的容量老是不够。那手动备份到硬碟又好麻烦，云端的月费又好贵，你有这样的困扰吗？那就别错过台湾团队 Mactar 研发的 QV Power 超能备份。它同时具备备份、快充、读卡3大功能，无论日常生活或是旅游，有了这一颗就能够边充电边自动备份，搭配专属 App 使用，还能够自动整理档案，避免重复备份。更棒的是，它的读卡功能更能够让你无限扩充容量，也能够自动的侦测记忆卡品质，守护你的资料。此外，它传输速度超快，还提供业界最高10年保固，更有获得苹果 M5 认证，安心有保障。现在到则下单不仅有限时超早鸟68折优惠，还附128GB 的记忆卡以及万国转接头免费送，赶快点击资讯栏抢购吧！一开始就先请志祺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在开始之前，可能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影视飓风是什么。那影视飓风他们是一个中国很知名的自媒体频道，中国就叫做 UP 主啦。那主要呢是做科技啊、影视相关议题，在 B 站上面有近1000万的粉丝，超级无敌多。然后影视飓风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是揭露了这个影片画面越来越不清晰的一些事情。他们是在10月8号的时候，他就发布一支影片，说我们现在在各大平台上面看到这个影片的这个清晰的程度，其实远远不如几年前清晰。那比如呢，虽然同样都是这个1080p 的影片，在现在的这个影片的这个细节处，其实是没有几年前的这个影片来的清晰的。那影视飓风他们就说，这是因为平台设定的这个影片的码率是越来越低的。这个跟我们平常点4K，但其实看起来怎么跟1080差不多，或者点1080好像也没有那么清楚，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基本上你点了之后，你觉得它好像怎么没有变得更清晰，或者是更清楚？这个可能就跟码率有关。这码率是什么意思？那我觉得这边我们就可能稍微解释一下码率，或者是有人说这个叫做位元率啦。影片它在每秒的这个时间内呢，它传输的资料量，那位元率如果它越高，这个影片的细节就会越多嘛。你可以想象，因为它描述的资料是越多的。但如果它是相反的，这个位元率过低，那即使这个影片的解析度呢，它是写着1080p，但是你其实看起来也可能不太清楚。就这个位元率的高低呢，它会影响到档案的大小。你就想象，就是1秒的时候，它描述的资料量有多大。如果你这个位元率越高，影片的这个档案大小其实也会变得更大。然后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是我们在影片上传到平台的时候，你不是会发现说，它要等很久，要跑一阵子。对，那个时候它其实就是在处理一些压缩啊，跟就是改变一些位元率的这个东西啊。不然，如果每个人都是上传我们那种4K、8K 档案上传上去，他们其实就直接爆掉。真的，我们后台超多东西，对，光是我们就已经非常大。对，而且我们又没有付钱给平台嘛。对啊，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例如说，一个高位元率的这种4K 的影片，它1分钟可能其实就要一个几十 G。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创作者大家拍摄的这个原片的这个解析度啊，还有位元率，它都会非常的高。但上传到平台之后呢，平台就会将这个影片压缩，然后在前台向观众提供一个位元率比较低的一个版本。除了降这个位元率之外呢，影视飓风还有去讲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动态。就例如说，一支影片在还没有多少人看过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提供这个高位元率的这个版本嘛。那等到看的人变多了之后，再去提供成一个低位元率的版本，这也很好想象，因为你把高位元率的东西转换成低位元率，它其实这边需要一个运算成本。那如果你今天你就是没有多少人看，那我干嘛要花费这个力气去转档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等到了有很多人看的时候，他会很简单的，这就是一个数学问题啊，不行，这个太多人看了，我必须要把它降低，所以他就自动的就有一个机制去把它转换。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就是有些平台它已经把这个位元率降到就是不能再更低了，然后因为很低嘛，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品质会很差。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平台呢开始会采用将影片锐化的这件事情，有点像 Photoshop， 就直接开一个锐化，那它就会让这个边缘看起来比较清晰，但相对的就会失真。那影视飓风就认为说，平台这样子做了会带来很多问题，像创作者大家都很精心的拍摄嘛，用更好的器材、更棒的一个设备，甚至是精心的调色啊，或者是选择他们应该要呈现的这个锐化或者是模糊的程度，然后呢就被平台给直接打乱了，对，甚至乱压缩啊、添加这个锐化等等这种后置的处理，他觉得有一种作品被破坏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观众也会因为这个样子感受不到那种高品质的这个影片画面。我们同样是创作者，影视飓风讲这个问题，你有发现吗？你有遇到吗？我觉得是很清楚的有感受到影片的问题，清晰程度不如以往这样子。像是你现在去下载一些影片，如果你有直接下载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档案超级无敌小。你讲的是 B 站还是 YouTube？YouTube 也会。对，如果你在任何的串流平台上面，不管是 YouTube 或是其他以外，你有按过下载影片，你就会发现这个档案怎么这么小？对，那就代表它的位元率一定非常的低嘛。或者是你今天你有在飞机上面，你按那个 Netflix， 你就把它下载下来，你会发现，在上面看的东西怎么就是这么的差？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然后持续有的。或者是如果你今天你是把影片有上传到后台，然后你再下载下来，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影片其实是有被压缩的。就明明是同一支。对。那你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困扰吗？我自己没有那么在意，但是我非常的能够同理影视飓风他们为什么会在意。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影片内容跟画面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上传1080，因为就真的没有差。没差。对，我们有想过要把它上升，但是这个事情只会导致我们在传输上面遇到很大的麻烦跟瓶颈。像是我们到现在还在1080p，我觉得我们在可预见的可能 maybe 2-3年内，我们大概也不会真的传4K， 除非我们的什么网络通讯技术突然有了极大的进展，对，不然我们应该最多提供到可能像是 2.7K，我们就觉得画面上面已经足够清晰了，这样就好了。但再讲回来，影视飓风就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科技或者是媒体，甚至是影视类的这种自媒体，那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画面的美感。就大家如果有去看过他们的影片，就会知道哇，每个都拍超漂亮的，对，很多镜。他们光投资在这些设备上面就花了非常多的钱，他们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打磨出了一大堆很厉害的镜头。那如果就是今天花了那么多精力下去做，然后却因为这个压缩问题或者被锐化的问题，没有办法向观众传达他们心中想要的那个画面，甚至有些观众会因为看到了这些画面，然后反过来跟他讲说，你的画面那他都拍得很锐利啊，他都拍得很怎么样，那一点都不清楚啊，用那么多钱拍出来的东西还不是长这个样子，那他当然会觉得靠超委屈的，这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一定会觉得很沮丧。但影视飓风这支片现在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对不对？对，他后来我记得应该是发布不到1天，他们就全网下架了，他就有发一个声明，大家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包含像是 B 站啊、抖音啊、YouTube 等等都直接下掉了。所以许多人就会猜测说，这个是因为影视飓风的这个揭露影片让中国的许多平台不爽，所以才会被迫下架。可是我看到一个阴谋论，就是他们就讲说，就是影视飓风觉得因为长期被这件事情弄得非常困扰，所以他们刻意把这个东西抛出来之后，又把它说我们影片被下架了，想要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事情，去抗议平台。那自己你怎么看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觉得那么阴谋论，毕竟我关注这个团队也有一阵子了，真的蛮长一阵子，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是他们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们跟观众之间的连接是非常非常强力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很在乎影片的这个画面，想要让整个创作的环境都变得更好。我会比较觉得可能是这样的角度。那我会这样想，就是因为说我过去认识了蛮多的创作者，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比较直觉一些的人，就是他们会我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受到了一些 calling 或者怎么样去做，那就去做了。所以我比较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就是因为如果他今天他真的想了很多，那我就会觉得他想很多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这样想，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中国展现出自己有号召力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啊，棒打出头鸟。对，就是他真的很危险。第一个，你在哔哩哔哩上面是什么？哔哩哔哩是一个媒体，承担了教育相关的事情、游戏相关的事情、娱乐相关的事情，然后你还是某种程度的意见领袖、头部创作者。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党管的非常非常严格的事吗？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他今天他有一个讨论跟互动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号召这个行为
真的是有一点点危险。对，因为过去他有很多前辈，或者我们在中国看到非常多人，就是展现出了自己的领导力，然后对他就消失了。影视剧他没有必要冒着这些危险。就如果他今天他想要冒这样子的风险，他是把自己整家公司赌上去。老实说，讲难听点，平台根本不在意上面要有那么多的创作，他有很多的创作者啊。所以今天你少了一个，你会就不用这个吗？我觉得也不会。所以我不觉得影视剧风要冒这样子的风险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敢去发出这个声音，这个行为本身应该就是已经非常勇敢了，尤其在那个环境底下。对，非常非常的厉害了。难道不会怕说跟平台的关系这样变糟吗？我觉得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平台跟创作者之间，它还是一个水帮鱼鱼帮水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你今天创作者去大量的揭露这个平台的问题，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利益嘛，或者自己的生存环境。我只能说，我的认识的中国是非常是人为的一个环境。在这个情境之下，你今天你是把你整家公司堵在这里，虽然你可能有 TikTok 或有 B 站，但是基本上你就是 B 站最大，主力在这里，对，你主力在这嘛，那你就会很辛苦。我也有看到有些讨论啊，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像影视飓风这样子很大的一个自媒体，他们已经不需要依赖这个平台了，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有自己建立一些平台的实力，未必要这么做。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就做平台这件事情是比想象当中难非常非常多的。不过我觉得撇除大家的解读啊，我自己觉得影视飓风这次对于平台的描述也是有些地方有一点点小问题。怎么说？我觉得在影视飓风的这个描述里面，大家可以仔细回去看的话，会发现就在他们的描述里面，平台是一方面要向投资人画大饼，说自己呢能够提供好的画面跟服务来获得更多的投资，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偷偷的降低自己的流量成本，然后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就把它描述成是一个这样子有点你知道两面手法，十恶不赦。但可能实际上我觉得平台不一定像他们描述的这么的坏，就可能他们真的就是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嘛。像是刚刚讲到影片的这个存储啊，或者是耗费这些流量费用，其实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的那个做平台的朋友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原因。我记得之前 Twitch 是不是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对啊，我是说就是流量太贵了，然后在某个地方开始限制解析度。对啊，像是韩国嘛，韩国的 Twitch 就没有到1080p。对，或者是你今天你看到，比如说 HBO Max， 它要进台湾，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是因为它解决了在地平台成本的问题，不然的话是没有人敢进的。那个是直接你就看着你每天打开你的钱就一直烧。我自己身边也有人是做亚洲非常非常大的平台的生意，他那时候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讨论说，他觉得 Tim 应该是真的没有实际的了解过平台到底多么的烧钱，真的是很可怕。那个不是说你看起来你股价好像很好，所以你可以弄，股价是股价，有没有在赚钱是有没有在赚钱。这边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例如说中国爱奇艺呢，他们每年付出的伺服器频宽的这个费用呢是高达了2.8亿美元。在我跟那个朋友的讨论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平台要让更多创作者的影片能够给更多人看到，然后而且这是他们要生存下去不得不做的一个算必要之恶。我会觉得虽然我没有特别想要帮哔哩哔哩讲什么话，但是好像也有道理。可以想象，毕竟 B 站就是长期在亏损嘛，就是他有公开嘛，所以长期亏损，所以这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流量成本，他们真的太大了，撑不下去，人太多了啦。另外，我觉得在创作者的这个生意模式里面，我也是算是相信说，大部分的创作者，他们可能比起清晰的程度，或许他们会更在意平台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影片推给更多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选择是，我推给你1万个人，然后但我可以给他很清晰的画面，跟我可以推给1000万个人，然后但是我可以给他画面烂一点点，我可能还是会毫不犹豫选后者。对啊，绝对是。那个时候我跟这个朋友的讨论，他会认为说，平台应该是在一个多方的考量过后，做出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基本上呢，在位元率上面砍成本，是他们认为不会伤及太多人的利益的一件事情才做的，就是这是他们的讲法。但你这样讲是有点在帮平台讲话的感觉。老实说，我就是没有在用哔哩哔哩，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义务，或者是没有什么情感上面的原因要去帮一个其他国家的平台讲话。而且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也一定是跟影视飓风的连结比较深的。我是他就是在英国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在看他的影片长大的人，应该是他影片长大。对啊，我很多的相机知识都是从这边去学的，真的。所以我是实在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做。但当然很多人会，包括影视飓风嘛，他们的讲法是，其实你降位元率就是在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那你怎么看这个东西？目前我们的观察就是，消费者其实可能对于非常非常高的这种清晰啊，或者是高位元率的这个需求是没有那么高的，是有更多的人呢，可能还觉得啊，算清晰啊，够流畅，这样子就可以。这是一个很多东西的综合的评比。如果要谈到就是有没有损害这些消费者的权益，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平台它到底事先有没有向消费者提供，例如说，你今天就是一个高解析度、高位元率的这个预期。那如果平台有承诺你要有提供这样的东西，但却没有达到，我觉得这样子问题就超级无敌大。也有听说，就是可能中国有些平台呢，他们会向他们的付费会员去承诺说啊，提供高解析或者是高位元率的画面，例如超清晰的 4K， 但实际上呢，它的位元率呢会调得非常低。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有涉嫌欺骗到消费者，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没有写这个高位元率，他就说啊，提供给你 4K， 然后呢很烂的 4K，对。那听起来其实这是世界蛮大一个原因吧，核心问题就是各方立场他们的利益都有点矛盾，不太一致。那你觉得这种事情它有什么可能的解法吗？我这边讲的一定都是很废的，对，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对啊，因为我们碰不到，所以我一定只能叫讲很浅的观察，然后但是他们一定都想过，对。就第一个可能平台的商业模式当然是需要有点调整的嘛。就以前的平台呢，它可能依靠是更多投资的商业模式，它就是靠投资烧钱，然后想办法在这个烧钱的过程找到解方或撑到更大，然后有了更多的资本之后，自己去盖这个伺服器、盖机房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那我觉得如果终归要回到他提供的服务，然后可以赚钱的话，这个他就会需要可能更多新的获利的。例如说，以后平台它就会推出流量付费啊，就是今天呢，你想要有更高的解析度，你有高位元率画面的这些需求的创作者，你就付钱嘛，因为你也赚很多啊。老实说，大家的业配赚很多，你就付一点点钱来满足你自己的流量。可能有一些很在意画面的人，他们会愿意对，但是我觉得这笔账单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最后大家可能看到就觉得没关系，我就是不用，谢谢你，不用，对。另外可能就是消费者付费，我付了我就能够看，那这样子就可以满足这个创作者的一些追求嘛，就是我的确我的画面有，那但是因为随着大家想要看不同的画面跟适合自己的东西，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现在应该已经有一些平台是这样做，其实很多啦，像是之前我们讲 YouTube 它为什么要收会员费，或者是为什么你要有 YouTube Premium， 它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发现说大家的需求有更多，而且它要离开广告商的掌握，它要让自己的选择权被扩充。你觉得真的有很多人会为这件事情买单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啦，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费用会要到多少。可是看价格，对，我觉得好像还是看价格。我自己算是蛮愿意为了内容付费的一个人。例如以前巴哈动画风还没有那么火红的时候，它最早我记得就是一个你可以免费看比较低的画面，跟你可以付钱看比较高的画面。这个方案一出，我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下去。对，我就是愿意，因为我觉得能够看到很清晰的画面，某种程度蛮幸福。但我认为这件事情还是有持续在增长的。我不想要把它讲的就是其实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视觉上面的品味也好，或者是视觉上面的需求也好，它是随着你大量的观看之后，你会被垫高的。你看过很好的画面，有时候你会去看360就受不了了。对，你就是回不去嘛。你很难想象，就是以前我看这种360、480 RMVB， 我这样子就开心了吗？当时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愿意相信娱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我觉得长期下来，其实这样的东西会增长。然后最后还是会对平台有一些期待啦，就是如果平台能够提供这样的选项，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满足，甚至测试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它可以很贵，但不过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就是我并不是什么平台流量的专家，所以呢，我估算的方式可能都会有问题，然后甚至猜测角度有问题，但只是我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那我很期待，就是今天有一些是行业内的人，然后他们超级无敌熟悉平台啊，超级熟悉流量，那他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那个讨论跟互动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赞。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想问大家会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事件？你会愿意为了一个高解析度、高位元率的影片付更多的钱吗？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音乐相关的东西就差很多。如果你今天你听的不是有线耳机，你听的无线耳机，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差多少。因为老实说，手机把它传到了无线耳机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已经可能先压缩一波了。这时候你根本无关平台到底有没有压缩。我讲一个很瞎的例子，我之前有去听完 OK Rock，然后 OK Rock 因为那下大雨嘛，我就是戴着雨帽，后来大概听到后面一半的时候，我就把帽子拿下来，我就管它给它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就是不好听。对，我就是要直接拿下来听，然后这边就被你，对，我要无损，就拿掉。所以这个是。